嗨，我是 Sim，每个人手机有一个电话叫做 SIM 卡，所以你还记得我了，是 SIM 卡。然后我本身呢是在这个安顺出世的，小学呢我不是华校生，所以我在一个 Holy Methodist School 长大的，在那边呢小学时候呢，这样家庭呢是所谓的我们讲比普通人低一点点的，比较穷人说。包括我住过一个地方，没有水电费啊，没有水啊，没有电啊，我们在路中去冲凉啊 ，public 的地方冲凉都有。然后呢，只是这样子就长大到5年级咯。然后过了5年级过后，就因为家里的欠债的话，我们就半夜跑路了。所以到现在我是没有在小学的朋友的 contact， 这个是一个有大的遗憾到目前。然后呢，就搬身住了过后，从那边就小学、中学到大学。像拔升呢，那时候我们因为搬过去拔升的话呢，经济方面肯定不是这样理想啊。那时候我妈就做很多东西，包括去跟人家打洗屋子啊，说我礼拜啊都会去打扫屋子，所以我在洗厕所啊、抹地啊，这个抹窗我是我的专家了。然后当然之后就去大学的时候呢，去大 college 读书，在大 college 的3年的话呢，就自贡算是自己供自己这样子啦。所以在很幸运的那时候就做到在学校那边 college 那边找到一份工，所谓的 part time 可以帮忙做full setting 啊，那种就一部分的收入，加满呢就去教补习班，就这样子来供自己的。这为什么会去那边读书呢？基本上呢讲起来我就有点害羞啊，因为我 RP、SPM 出来，我成绩是很好，8个A，然后用8个A 呢，觉得进大学应该很容易的。过后呢，申请了3年，没有一间大学收我了，过后就申请了这个大 college， 就很幸运呢，就是被收到，然后就在那边就读了 IT programming，也不知道是什么叫 IT programming， 为什么会进那边？是因为我从SRP 那边开始就出来做 part time 的。包括呢这个做 promoter 啊，做 storekeeper 啊，做个 ice cream storekeeper 很不错，每天吃 ice cream 咯。OK， 那个就胖了几 kg 了。然后也是做 data entry 这个 admin clerk 啊，什么都做过。到有一次我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做半年，做 HR department。然后呢，旁边呢这样巧就认识了一个哥哥，那时候就他是 IT department 的，就跟他很熟悉，聊聊我觉得不错，所以就那时候就申请了这个 IT programming 的课程。是这样子了，学了3年过后，因为我本身不是华校生，就那边全部是还好是用英文，可是我同学里面呢，基本上全部都是华校生，所以这个又令我在 pick up 自己，去做这个语言沟通方面。OK， 毕业出来就第一份工，我就找到在一个 HSBC 上班。这个 HSBC 上班的话，基本上那时候我毕业出来是申请了3间银行，很幸运的话3间都收我，可是那时候就怎样选择这间，因为它工钱最高，很简单罢了，就选了它，在那边做了11年，前后中间有 resign 过，再 come back 这样子的意思，所以那做了2年过后呢，就偶尔机会呢就认识了这个平台 Forever 生意，然后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朋友介绍我的时候，我很想跟他讲，这个行业是不能做的，我很想沟通他不要做，因为怎么呢？因为我3年级开始已经接触传销行业了，基本上很年轻，因为说我爸爸是这样子就开始做很多间公司了，所以这对着我这2个行业来讲，我就一点点的抗拒或者敏感了。可是呢，我朋友介绍我过后，他画那个图出来，也发现一样东西会 set 到我的 mind。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就是倍增时间。我真的是开始把我的 mindset 打开，是因为倍增时间的观念，就想到我上班是薪水不错。我1997年毕业出来的时候，做了6个月过后，我的薪水已经去到4000多块了，所以那时算是很不错的对一个年轻人然后可是我可以做到哪里去？我就看我的 department head， 我跟我 department head 中间有20多个人，我想如果我要做他位置啦，摇牌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就接触了这个行业，就开始去学习，包括我拿了1个月的时间去重新来研究过这个传销行业，到最后呢就选了 Forever， 选了现在25年了，OK， 当然公司方面有很多好处，我们先讲保这个
倍增时间，所以这个基本上的 concept 是我一个人可以找10个，10个找100，100找1000，然后看似很容易，但是 is something is possible 的东西，只要我要想这个办法，怎样去做不了。At least 东西已经 lay out 了 ，everything is ready，and 我会看到一样东西，它可以跟我 solve 2个问题，一个就是 middle age crisis，因为我看到一本书，40年后40多岁，想象一下，如果经济不好，公司裁员，我没有工作，我要养老婆、养供屋子、供车、供孩子怎么办？所以那时我就做了决定，就挑出来然后第二来讲是准备退休。所以我的退休观念呢是有点不一样很多人就讲哇这样子，我这退休很简单，我其实时间到，我会把自己去安排找一个安老院 ，OK， 不是老人院安老院不一样啊，就是说呢，因为自己给钱就当着 hotel， 人家放你过去，那个就不一样感觉了。所以我就想到，这样子我就可以这样找这样的地方，有人照顾我，或者我可以请2到3个25以下的 nurse 来照顾我，没派嘛，年纪大了，没有的摸看都不错，这样的感觉啦。这个是我的那时候的一个理念，到现在，所以我团队都知道这个 is my dream， 我的 retirement dream 啦。OK， 我开始是会比较蛮挑战的。因为我的团队全部是华语，我们的师傅来自台湾，然后我本身不是华侨生，所以人家听1次我要听5次，卡带我要听可能10多次，那是以前卡带用卡带 recording， 我会抄下来，我试过 translate 故事那整的感觉全部把华语 translate 英文做的 I can share to 我的身边人，是这样子。支持的不多，还好有一个，然后呢，我就找谁呢？就找我父母亲的朋友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孝顺了，周末礼拜我就跟妈妈讲，今天你要找谁呀？我知道他去跟他朋友看，差不多时间到了，现在到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产品没有是这样子开始先的是这样子开始就有顾客，然后慢慢就边做边学了。到中间的话呢，我们团队开始就打美容市场，这样美容我是男生怎么办？都是要学了，因为只要我们要想办法就会做，包括是学洗脸，我会洗脸，我有顾客给我洗，女生的都有给我洗，我的妈妈也给我洗，我姐姐兄弟姐妹，我太太也是我洗的 ，OK 当然现在不要找我了啦。所以基本上我就这样子，也是因为只要那个心有要，so we find a way 啦，就是这样。不管那时候我的怎样讲，最厉害的地方就是跟女生可以讲话，因为我们可以讲到美，讲到皮肤所以超我也是追到我的太太的因为她的那时候她的皮肤问题，所以她就用了其他产品，用了2年都烦了很久。过后我跟她沟通的时候，开始她也是有点 skeptical 啦，过后我跟她打赌咯，都赌我赢了，就医生就嫁给我了啦。OK 所以这个是Thanks Forever 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可以找到我的太太，也是有今天的所谓的result 2个儿子。但在我佛友事业里面，真正很大的转变呢，是在大概4-5年前那时候呢，就有一个转变的 mindset 为什么呢？之前呢，就是我们被教育的说，找到老鹰就很厉害了，找到黑马你就后谁也不用做了，就可能用了10年找还没有找到一个就那时候就看到公司里面有一个马来西亚线的马来伙伴呢，他们就忽然跑得很快，然后就给我一个 idea， 就是说，找老鹰不如我先做老鹰。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观念的转变，然后呢，就开始我们就所谓的谁都收说我们小鸡，很多人在外面很多小鸡觉得small chicken 小鸡没有什么大的潜能，可是我就不理，因为从小鸡我可以培养它变成一个母鸡，然后一个母鸡的时候，它可以培养它没有老鹰，或者它吸引到老鹰过来因为这样的转变呢，但1年的话呢，我做了很多的平时没有做过的东西，所以那时候就很大转变的。我团队呢从10多位变成到整100多200个人，就是这样子一个月，差不多每一个月都有人升经理上那积分爆得很快了当做这个有人在讲是不是我的浪一般因为呢还没有正式报之前呢，我前面4个月呢，我一个印尼下线马来西亚线，他就带我去走先4个月，里面见了100个人。那个 construction site 里面呢，晚上半夜进去里面那个房间大概一两van 的 size 这样子，
然后我们里面坐了5、6个人，里面就开始讲产品，然后4个里面在那边抽烟，说讲一半我讲，等一下我出去外面，OK 再来继续讲，就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这样子过来，也是去过地方会很怕，所以会 call 我太太讲，每15分钟 call 我一下，看你会问我 OK 吗？我会讲 OK 就可以，如果不 OK 你就帮我报警，是这样子，就这样子拼过4个月过后，就做了很多的调整，准备了更好的未来。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遇到一个leader，一个马来人，他想要做，真是我们也怕，他也怕，但是敢去做。从那边开始，我们就开始摆巴沙巴基、巴沙马浪都擺，然后去政府部门都擺，都开始做 expo， 然后他们做下去，不到半年里面呢，整个培养一批的一个这个我们叫做伙伴出来了。然后开始的时候也是打州货市场，那时候就从这里下州货。然后第一个顾客呢是一个中风的 ，OK 开始中风，然后吃了产品过后，当天呢晚上过来这我们讲做永久都好，做什么都好，要敢面对，不要跑，因为责任OK 因为这么半夜 call 来讲，他先生 call 来讲，我的太太喝了你的产品，现在在床上不能动，你觉得我是应该送她医院还是怎样？我跟人讲着，那时候心态吓到都脚软，所以我跟我先生讲，什么都好，我们一定要面对的。所以我跟他讲，不用紧，明天早上我本来要下 KL 了，我会留下来，明天早上7早8早我们去你家，要看状况怎样。所以早上7点 call 就 on the way 去的时候呢，就接到电话，他讲你们不用来我家了，半路见就好了。我讲大陆人是一定是要打架怎么了？我们就在那边等，半路等的，后来他到了，他可以下车走路进来他整个脸一直笑我，就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哇 thank you 来讲，他从来已经中风很难走动，当时喝了过后，第2天早上他自然5点自然会自己起来，可以叫做sembahyang wudhu了就可以拜下来这样子，他真的很开心，因为是这样子一个 testimony 的话呢，就从州后那边就传了很多，开始传了，所以那时候就真是拼我从早上每一次下州后的话呢，就早上8点到12点没有停过的，他们只是安排 case， 我就跟着只是做到晚上，我要跟他们讲，你可以给我吃饭一下先吗？这样子他们都忘记了给我，他们自己会吃了，只是没有忘记了我做了是这样子，都有这个经验，都有这个回忆，现在想回去真的是那时候的拼是值得的。除了这样子，我的团队呢就很多家庭主妇很多老板娘所以他们这班人就很多人都是看电视机可能看人家打扮自己蒙丁丁打扮这样漂亮也是怪怪的所以这可是很幸运呢，我们团队里面有几个化妆老师，所以从里面呢我们就配了一个形象课，OK， 所以在这有教形象课，他们可以打扮怎样化妆，怎样打扮穿搭衣服，然后1年2次到3次我们会做比较大的 event dinner 给他们去 show 然后公司 event 的时候也是通常公司 event 参与者打扮最比较隆重都是我们团队啦我们真是 feel in 那个 team 的感觉这样子那种best dress 通常都是我们拿了 ，OK 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一个骄傲的一个地方。我们让一个普通人怎样可以有机会打扮到自己something at least 看回去的话，整个人生会比较 colorful。像这几年里面的话呢，最近我很多伙伴呢，不知不觉也不知道几时他就忽然就开始他们叫我新爸爸了 ，OK 可能想回的话，原因是因为。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一个the way 我带他们 the way 我 especially 我去旅行去 organize 东西都好，我就make sure就好像他们是我的女儿这样子。我有2个孩子，没有女儿，所以我就可能当这样，他们是我女儿，所以很多都会很去 take care make sure everything is safe， make sure everything 他们这warm 够吃够用然后通常什么 event 都好first to arrive last to leave通常都是我最后一个人去 make sure everyone 回家了那种，可能不知不觉这样子就有这个 nickname 出来了。有人问过我有想过放弃吗？坦白讲有，不止1次至少我看应该至少2次到3次了
第一次的话会 stay back 的话，因为这个责任，那时候想放弃的时候，发现有些事还要做嘞，我可以回去上班，我的收入不错，因为我那时候收入是蛮不错的，是5位收入，一个 income 是不错的，可是他们还没拿到，所以 this is one hold me back， 我就继续做。这样第二次的话呢，就是那时候家庭就是因为两公婆嘛，如果一起做同样东西的话，机会摩擦是很高的。通常为了团队，为了上线都好，为了下线都好，为了公司都好，都会吵架的，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What we want is different。可能对太太来讲，她是一个要安全感的，做东西必须有收入。我们做东西是先做先的，团队为主，所以就有点那个摩擦了。到一个 stage 的话 ，I have to make a choice。我就顺他，我就 let go。你做 forever， 我去上班就好了。我们想一个办法。所以很幸运，那时候我就上了一堂课，那个叫做数字啦。刚巧这个数字老师，我上了解过后，自己的性格、对方的性格、孩子的性格过后，变成这个 improve 到我沟通的方式。发现有的东西性格是改变不到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了，这样你可以选择接受它、接纳它、包容它，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沟通。共同目标分开运作。所以这个理念就给我们的一个 idea 是说 ，whatever we do， 讲真到最后我们要得去一个 common goal， 要家庭好一点嘛。所以不管是谁多少，那个不重要，因为我们要的是 common goal 是什么。所以我们理解这个 concept 的话，我们就开始很多东西就顺很多。这个咯都第二关，然后第三关的时候可能两个就一起来，那时候就 COVID， 同一时间我们面对3个挑战，第一个是经济咯，因为 COVID， 第二来讲健康，那时候我太太开始有出健康问题了，她是 cancer，OK， 然后 stage 3， 那时候就刚是进医院，就去做了一个 chemo treatment 全部，就很幸运是 everything go through successfully 没问题。跟你讲那时候呢，讲真，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没有人知道，没有partner知道，包括我家人，包括他父母都不知道，我们可以 hide from everyone and business as usual。那时候我在医院讲课。躲在医院的厕所讲课 ，Zoom 都是没有人知道的东西，都是 but because we 知道应该做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 ，OK， 而现在那时候可能也是有一些的伙伴决定要离开，像我美丽的他决定要离开 ，for whatever reason， 然后那时对我们也是很大的伤害力啦。So you can choose to switch， 比较more average life。我们 build something for 整个团队啦 ，OK， so 就是我们的理念那时候是说，因为我们已经拿到不错的生活收入，佛又给到很好，很感恩有这个收入，虽然是我们做的那时候是算是 minimum 的一个工作吧，收入很不错，也是算是可以进入 semi retirement 的状态。那时候我太太都很厉害。因为在医院 before 开刀，他还是在 follow 顾客，还在关心下线。那我继续做 training， 包括在刚才讲的在医院在讲课。最 challenging part， 想象一下我太太在前面那个 bit 那边，我在这边 set up Zoom 讲课。然后他的 blood pressure 一直掉，所以一边讲，因为nurse站在旁边，一直问要不要送他去进 ICU。所以这里还在做着 training， 那种感觉一直看到他的 blood pressure， 那边他掉到一个程度的话，可能就会into coma了。But we already agreed that， 那时候就比较严重了，是说就没有 resuscitation， 不会做急救啦。So we already decided that, and then we just move on. So 幸运就那天晚上就很 safely 可以过关。因为 during COVID 本来是我不能再陪他了
因为他的状况，医生自己要求，在那边基本上那时候我住了整1-2个月在医院，可是也是一样，没有人知道啊。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问题或者那种压力传下去。让每个人继续做应该做的东西，这样子啦，那个是主要的一个动力。OK， 包括家人呢，他也是没有跟他父母讲，到最后 last stage 我们才跟他知道，因为讲了父母担心也帮不到哦，所以很多人这过后很多人怎么不讲？我讲不是不讲。如果2样东西可以帮到我的话，我就跟你讲，一金钱你可以sponsor很多钱，我一定要跟你讲2你来照顾他，我也是会跟你讲，所以这2个如果没的话不需要了，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自己度过了。最后他的最后1个月，我是在 home care 的，证明是我自己照顾到我 everything take care， 包括打针啊，包括洗伤口啊。pain management 啊，都是自己处理。The same time 还是在做 expo， 还是在做应该做的东西啊。这样也是有人说，这样的状况不应该花多点时间给家人，还是在 focus 在事业。所以我们找一个平衡点，因为在 Forever 真的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work-life balance 比如说其中一个我的 wife 的最后愿望那时候就要我们去过一个旅行，公司给的，就 Cancun Mexico 我们去过1次，然后也是觉得那边是很好，然后那时候这样巧待命的话呢，公司再来1次这个 target， 所以我们待死都要完成它因为是在医院的好，我们就真的完成它，然后就要飞去美西过，要飞一整20多个小时，是不简单。然后医生是不建议，他们讲的他的 risk factor 很高，但是我跟医生讲，我们跟医生讲如果不去的话，人生没有目标了。So 如果去的话有动力 ，at least we try to move on。So 很幸运的也是感谢公司的配合，我可以带他去，然后算是用我们叫做 wheelchair 啦，轮椅，从坐飞机 hotel 中间休息，继续那边，所以整个过程来回都花了就15天这样子，前后15天都很安全的回到来，虽然中间有出一些状况，可是还好我们就处理得到，然后回来过后还可以去沙巴，然后也可以去一些地方，就一方面 yes 我们是在做这工作，也可以这样子讲，待得对，可是同时间也是 fulfill 他某一些的他的 wish，OK， 也是很多的回忆去 flashback 现在啦，so 唯一遗憾的是他提早离开了如果讲做 forever 这个好像 spirit， 他比我更强，真的，虽然是我做先虽然他不是喜欢站在前面 ，but behind the scene， 做很多的support， 做很多的安排，包括因为他 pass away 的时候，他的 last piece of clothes， 他的要求也是穿着 forever 的 T 恤。OK， so 这第3关呢，so 就过了，然后现在就我们 go to another stage of life and life moves on 啦。So that's where we start to do 很多的调整，因为以前2个人做嘛，所以开始就一个人做比较真的是吃力，开始很佩服那些的下线
especially 单亲妈妈或者那种家庭主妇要照顾家里，要照顾家庭，事业做得很好那些，以前我觉得可以的，现在觉得这个真是不容易有些东西是你真是要去体会 ，you are there then you see thing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刚才讲的，我们就开始做很多的 train 包装那种 system wise 开始排 system， 然后几年前呢就开始就 form 了自己的名称这个 MEG 这个 team 出来了。基本上讲做么呢？我们要每个人说变成老鹰，然后每个人老鹰额外当然要有收入，因为当然追兵的话，追一个名称没有收入也是没有一个，它用意不在。因为我们的 main vision 就是 improve a better lifestyle。收入方面，可能有的人几千块就够了，有的人呢1万2万块的话，我本身我不会要求100-200千，对我讲，够我这些养老，所谓够请2到3个美女，25岁了的照顾我，穿比基尼是最好这样子就 OK 了是 OK 我是每个人要求不一样。孩子的他们就以后的路要自己走了，我们给 basic 东西就是这样子了。做 MEG 就这样成为了，我们有很幸运的话呢，就开始做自己的annual gathering。第一次呢会比较特别的是那是我太太第一次出院，那我们就安排了去 club， 所以那时候就带了一般的 qualified leader， invite 他们的家庭、小朋友老公都来，所以那时候我们20多位，包括小朋友，我们就当这一个 gathering， 也没有很 strong 的 business， 只是说一起吃饭，一起去 relax， 然后一小的 award 这样子，所以从那边开始就引发到做 annual dinner， 然后第一次在不中，第二次在JB，刚刚今年是在省头 KL 这样子所以那是都算是3-4年这样子了，就开始 form 这个 together 这个 team 这样子。这样我officially 进入了5 series 我们都怎样讲都经过了很多了，上上下下，然后 it's time to we come to stage we need to plan ahead 所以我 foresee 呢就开始一个计划就 planning for semi-retire 或者 long-term retirement 只是 legacy handover 这样子的意思啦。第一个在筹备的就是把所有东西呢现在开始 try to put in more proper 的一个 structured way， 或者比较 systemized way 这样。因为有些我们可以讲有 system， 可是可能还是 here and there。So now we try to combine and then make it proper 的一个，包括用certain apps 用certain的 software， 然后certain的 tracking system 这样子来去做，有准备了新人进来，怎样去我们叫做kickstart。这样我个人看当然我们做东西我觉得是 on the right track 啦。第一，我可以 provide 加入了，然后 simplify 进来，然后加入了，然后我们有 training， 然后他们很多的选择，然后也是开始 build 他们 IP branding。这个2方面，一就是我在 train 着我们的团队，现在是做 IP branding。IP branding 以前我的想法是以为是一定要做很梗的人或者做 YouTuber才是叫做 IP branding。发现到原来只是不一定是这样子。IP branding 是说人家看到你想到你什么，可是人家看到我想要新爸爸，但是我看到你想的是什么？可能你是在学这个我们高血压的专家，你是排毒专家，或者你是在某一方面的帮人家改变人生的话，改变人家的健康的话，也是一个你的 branding。因为到一个某个程度的 level 的话，每个人都一定会想到 retirement， 就是退休，准备退休。退休不是代表什么都不做，我对来讲我还会做，可是做东西不一样，我的那个effort 不一样，我的那个 focus 不一样。我不一定要每天去见人讲顾客讲产品，但是我可以讲去 how to inspire people，怎样 share 我的 experience。我们难道等有一天我60-70岁的时候，我的孙来问我，阿公你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子？我希望跟他讲，因为当初我做的时候的决定，有今天有这样的成绩，
不希望是讲早知道那时候啊，miss 了 opportunity 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很重要了。OK，something that you are proud to bring forward。如果很多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只会想给自己说，接受、改变、放下。很多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这个接受、改变、放下的话呢，会帮到我很多。但如果你问我这个整个今天我的成功是靠我一个人吗？肯定不是的。但我很感恩呢，这很多在不同的时间呢出现不同的贵人。他们有的贵人也是有人会伤害到我，也是有感觉伤。没有他们，我不一定有今天的成绩了。这样想回要感恩谁呢？第一，我肯定要感恩我的父母亲。他们的教导，虽然是那时候算是穷，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然后也是教我们讲自理这个方面。我很记得其中一堂课的时候，一个上线问：今天如果你妈妈需要人家捐一边的肾，谁愿意？我记得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举手，很自然的举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感恩，因为没有他们，我就不会有我。第二个部分要感恩的话，当然是我的在这个事业第一个下线。那时候这个杨慧敏，我们他是我第一个下线，很多人现在算是我们认识整30多年了啦。然后跟他讲解，讲到完之后，他讲他不明白，可是因为我做，他就相信我，所以我很感恩他的信任度，然后到现在还跟我们一起，还是很照顾我，也是跟人一起配合这个方面的整个团队。感恩谁呢？当然我要感恩的是我上线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在一起合作在某一方面，可是呢，但是没有他的培养，没有他的所谓的要求 ，OK， 我不一定会成长这样快因为他的所谓的可能不同的决定让到我可以，虽然是有时候会很伤心，可是想回的话，因为那个状况是让到我强壮上来，或者给我体会到我可以 move forward 的，这个是一方面的，我们就感谢他然后当然还有呢，这现在我们的团队，我们 top 4， 我们的团队 top 4呢，除了慧敏呢，刚才讲的，这是我们的康飞或者波渊这3个人加起来，现在是我们的这个 MEG 里面最主要的一个 team member， 然后 lead 整个团队的without 他们呢，我们4个是好像一个 puzzle 这样子，每个有各的强项如果这by itself我们个人的话，可能做的还好，但是如果加起来的话，我们4个配合到起来的很强的我们整个团队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我们佛系将来会做得很不错的这3个人我4个人我真的很感恩他们 OK。 还有呢，在这2年我太不在的话呢，我就有请了一个助理我是很感恩这个 Chris Chu OK， 他的出现 OK 给了很多的能量他很多时候我那时候跟他讲，请他来是找一个人来陪我聊天只是很感谢他可以帮我度过这2年的很多的能量，很多的安排。现在他是其中我们的周围的团队里面的一个很好的我们叫做伙伴很多东西他们会找他聊不一定找到我聊这是多一个帮助我这方面很大的帮助 OK。 还有我这儿子这2个讲真的，这25年他们出世了10多年了，一个15岁，一个18岁很多时候我们这拼的时候都不在家都要出去，或者需要带他们出去，他是算是很听话那种，都不会吵，他们真的会自己做东西或者我们不在的时候，他们都会自我照顾啦especially 呢最近呢跟他们会照顾自己，很多时候我就给他们自己去 take care 这方面真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常常要赶回来，要去 take care 他们的话，这个也是对事业方面也是有一个一点阻碍所以很感恩他们的这方面的成长的包容，这方面真是最后当然我就我最要感恩就是应该是我太太了
还没有认识他之前，我的业绩是瘦手可以过，因为他的要求，他的梦想比较大啊，要住3层楼的屋子是他的梦想哦，因为他梦想我们真的是拼出来就完成了哦，很多他要去那旅行啊，要去住 hotel， 这个是他的梦想。我是因为这样子说我们会拼出来，所以他的精神在我的佛友事业里面，这20年里面，真的是很多都是他在背后的推动或者的支持，来让到我可以做，我发挥到我的能力，我的 potential 哦，因为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的话，在一个家庭的话，哪个地的话，很多东西我们就不能去发挥得到哦，这个真是。然后因为他的那个坚持跟那个在佛的精神啊，真的是我觉得所谓的讲做永久一辈子，用生命来做永久。如果他排第2，但是我还没找到第1个人这方面他的对伙伴的关心，对我的包容，这方面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我们的 pillar 哦，一个撑，然后这个很感恩他，然后 before 因为他80元他都很花精神去 make sure 安排，包括团队，包括儿子，包括他家人哦，用钱方面他最有点不舍得用钱，就算他医病的时候他也不舍得用哦，那没办法，我就跟他讲，这个钱不来医你的话，不花在你身上的话，以后我来花在越南妹就不好了，所以那时候才愿意都把我觉得赚钱赚到来，这样辛苦拼到来，不能只是为别人而是有的东西要为自己一下，这个是有点遗憾的，所以从中学习会比较爱我自己一点，对自己好一点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可能提高品质一点点这个也是感谢我的助理，他的能量那种的开导这方面。在公司方面当然也是很感谢公司的 management 包括的多 CG 一路来陪伴我们的这个过程。当然很多东西我们的要求不一定做得到可是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他们的包容，这条路也不容易了。所以除了感谢每个人的话，我在这里也是现在一个人可以advice 也是要感恩自己，今天你所有的是你的决定 ，OK， 好不好就接受，你要更好就做更好的决定，是这样子罢了。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事业可以做吗？不是我讲，是你自己讲。你要多少你决定，你要 build 怎样的未来是你决定，因为这条路我是不能代替你走，是你还是要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成长。这样整个过程里面会不会很顺利？市面上是不可能会顺利的。如果顺利的话，那个就没有挑战，那个不叫成功，那个叫好彩。所以顺利的话呢，就是真的顺利利，不管在面对什么都好，要去面对求救 ，OK， 然后觉得要学习接受改变放下，因为未来会更好。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跟很可以讲的，就是一直念你，真的是之前可能会讲一点很冲动脾气上很冲动是这样，可是后面我们后来慢慢的沟通，就可能他说出他的想法，我把我的想法说出来，这样我们沟通到，这样可能这些不必要的误会越来越减少，而我越来越了解他，他也越来越了解我这样的东西。觉得聊得来，因为我讲我的想法的时候，我爸爸会听见，然后了解了，然后看可不可以做什么来解决那个问题。
一般一般嘛，不是说很了解，就是知道他做工是做在 Forever Living， 然后他做了蛮久，也是有跟一大班姐姐和哥哥一起做工这样的东西，因为可以讲是从小的时候，在我记忆中我就开始跟他们做工了，可能是到处乱跑啊，我们去 shopping mall 里面开档口啊，或者是上 training 啊，或者是帮忙他们搬货，所以从小可以这样他们从小就跟我讲，其实我不是喝牛奶长大的，我是喝Forever 里面那个芦荟长大的，一定是努力的，因为我也明白他们为了我们这两个更好的生活，每天很晚出门，很晚回来，很早出门，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几天都不见人影这样无可否认的是，可能我看不到，可是我知道他们在背后很努力的为了我们去打拼事业，为了我们的生活。不会，因为我理解我的父母每天会很忙，因为他们都是1 by 1 business 嘛。其实对我来讲，身为一个老板成不成功，这个我不知道。可是对我来讲，身为一个爸爸，其实他还是蛮成功的。为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读书啊那些都是，他们打拼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讲，算是很成功了。不管外人怎么讲，对我们来讲，其实已经是很好了，真的是很好了。就是讲你去做你想做的东西，然后可能家里面或者是弟弟或者是婆婆那些由我们或者是由我去看或者照顾这样，你永远身后都有一个我们两个去 support 你这样的东西。你好，我是 Sim，这是我的 Real People Real Success 的故事。